又早各位，我是收了大干哥。在我要来加拿大前，大家都会说，你要去温哥华还是去多伦多？但是加拿大这么大，怎么大家都只是在问这2个城市？所以今天我来告诉大家，为什么我都已经快30岁了，我还跑来加拿大的乡下呢？好 ，OK， 那为什么是加拿大呢？其实你去对比其他英语系的国家。澳洲、英国、美国，你会发现其实加拿大生活成本以及它的学习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，而且它的移民政策也比较稳定，不会像澳洲一样说变就变。这会让我们如果有要安排做更长远计划的人，会非常的苦恼。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加拿大这边的种族非常多元。大家可能会想说，可能很多的加拿大人或者是很多的印度人，但其实并没有。虽然现在温哥华有非常多的华人，你在一些乡下或者是多伦多，你会发现他们来自世界各国的人的比例其实是会比较多一点的。那这点也是加拿大在跟其他国家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。然后还有一个当然很重要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欢旅游，所以当时从台湾去亚洲各个地方，你会发现其实都蛮便宜的。这时候如果你再到北美，假如多伦多这个区块的话，你要往北美、中美或者是南美跑，其实也都并不会到非常的贵，甚至你飞到英国那边去，也都没有特别的贵。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说到时候如果有可以在当地工作，然后可以到附近的国家去旅游拍摄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点。好，因为今天天气只有0度，所以今天就穿的比较轻便一点。为什么要选择 Sudbury？ 为什么要选择读书？其实本来台湾人要拿加拿大的工作签证就必须去抽嘛，虽然有越来越好抽，也没有越来越好抽，但是就是没有到非常难抽。但还是有很多人其实都等了好几年都还没有拿到，所以其实我就想说，那就来这边读个1年。其实实际上没有到1年了，大概就是8个月左右，这时候就可以拿到1年工作签证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读2年的话，我这边说的是公立大学，那你就可以有3年的工作签证。那如果再搭配上你自己抽到的 Working Holiday， 那这样你可能就有2年或者是4年的时间可以去做运用。你有可能长待的计划，或者是想要拿 PR 的计划，这样的话当然就相对是比较安全，而且也比较不会说政策一调整，因为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调整，那你就会被很大的影响到。那为什么我会挑乡下呢？其实温哥华现在华人非常多，然后多伦多也是一个相对华人比较多的地方嘛，所以那时候我跟余威唱歌，或者是那时候在批他的婚礼遇到Tom，他们都是之前有待过加拿大的人。我问他们建议，他们都说，如果你真的想要提升英文能力的话，那记得去他们的乡下，给自己1年到2年的时间，你很快就会进步。然后这句话我就一直放在心里，所以我在找大学的时候，我就倾向于找那种比较乡下、华人比较少的地方。然后第2个点的话呢，其实就是，这龙雪很漂亮哎。好，现在来到了健身房。OK， 好，健身完了。那刚刚说到一半，第2点的话，其实就是他们有 RNIP 的政策，算是他们偏乡的比较方便的移民的政策。对，所以大部分来读这边的国际学生都是为了要跑这个 RNIP， 但是因为他们之前那个都算是测试项目，然后今年开始要看会不会变成正式的项目，每个学生也都在等，所以就看到时候确定是怎么样再来跟大家讲这样。再来呢，就是这边的生活成本真的是比较低一点，毕竟乡下嘛，而且学校也知道他们不是在大都市，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些蛮特别的一些优惠。OK， 我举例来讲，我们那时候6号可以入住这间学生宿舍，然后我们在4号的时候，其实就可以先到，然后去住外面的旅馆，然后住外面旅馆他会赞助你2个晚上，大概1个晚上他们赞助3000多块吧，计程车也会赞助，他们就会补助给你。然后还有一些可能500块的加币是来网络上去购买 textbook 之类等等的很多有的没有的优惠，都是这种招学生的一些福利这样。这间就是学校会帮学生补贴的饭店，提早2天来，他们会赞助2万，让你去住。哇，你看外面，好漂亮啊！现在讲话有气无力，
因为直接坐过来花了2个小时，不，从台湾这样过来花了大概24小时吧，然后转2次飞机，从桃园到温哥华，温哥华到多伦多，多伦多到 Sudbury， 哦，超累，总total大概睡不到5个小时吧。等一下有迎新活动，就直接先过去看一下。其实我现在没有话讲了，算了，晚一点再讲。那如果说生活成本比较低的话，如果真的你在外面租房子，在这边可能会800到1200左右。我说的是可能一个房间，算是一个雅房的概念。但是如果你是住在大都市的话，可能就都是要1000起跳，尤其这1-2年物价飙升得非常快。那当然啊，你在这边你去 Costco 或者是 Walmart 去买东西，其实跟大城市是一样的价格，但是他们有很多超市，很多不同的超市，你就可以什么时候超市有打折啊，或者去买，其实都没有想象中这么贵。有一些民生用品平均贵台湾20%，未来会再拍一集。我到超市一定会必买的一些东西，因为有些东西在这边可能都比台湾还要再便宜一点。这个东西我就是一定会把它记录下来，每次去超市都一定要买的。OK，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选择这间学校的原因，也是因为我想要再进修一个新的专业。那健身跟摄影其实这2件事情都是我非常喜欢做的事情。像我现在拍影片，跟我还是会跑去健身嘛，这个都会变成是它是我生命中很大一部分的兴趣。但是它一定要变成工作吗？其实并不一定。那之后会不会再有什么机会，我觉得都很难讲。但是现在的话，我就想要去学一些可以远端工作的一些技能。那我现在学的这个科系 Business Analysis 商业分析师，非常需要沟通能力。那当然，英文的沟通能力就是非常重要。然后可能要有一点点的 coding 的能力，也不需要到真的很多。甚至你真的出社会，有很多时候你根本也都是用 AI 在帮你写出 code， 然后再用这个 code 去解决你要解决的问题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喜欢的生活还是喜欢跑来跑去，不是真的进一间办公室朝9晚5的工作。我就必须扩充我的技能，然后让我可以有这样子的远端工作，然后跟我的生活可以达到一个平衡。这个都是未来想要慢慢去一步一步规划的。好 ，OK， 所以说了这么多，我知道会点进来看这支影片的人，可能也都出社会一段时间了，然后要对于自己的第2次的这种重大改变，第1次可能就是不管是选大学，或者是你进社会挑第一份工作，但是现在我们要再跳出一个舒适圈，老实讲，真的蛮累的，就是你要花的心思是很大的。我不知道在看的各位有没有自己的家庭，但是我很庆幸我现在还没有家庭，所以我相对不会这么累。但是我看我这边的大部分的同学，他们年纪都大概是在32期，我说的是国际学生，然后他们甚至有些人是有家庭，然后小孩老婆先放在他自己的国内，然后先来自己打拼，然后未来可能想要拿到移民之后再把全家带过来。那这样子他们的怎么讲？他们的代价，他们的成本就会比较高，那他们相对就会比我们还要更辛苦。所以你还在做抉择，还在有点想不通的话，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如果我有经历过的话，我就会尽全力回答你们。然后未来我们这个第2时区的系列就会在记录我在加拿大一切的事情，对，所以让也有想要做一样的事情的人能够有个依据，能夠有一个走在前面的人，才不会自己这么紧张。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晚安各位，拜。Yo, Mike. Are you recording? Yeah. Yo.